你敢想吗？2025年夏天，中国体制内的打铁人、纪检干部竟然下班后穿上外卖制服，在酷暑中奔跑送餐，只为多赚100块钱贴补家用。不是小说，不是电影，是微博热搜第一的现实。7月22日，公职人员下班送外卖登顶热搜，官媒集体点赞，用词极其魔幻，有担当、有责任感，正能量楷模。可网友们的评论却一针见血，这是欠薪欠到体制内了吧？现实就是这么讽刺。曾经坐在办公室里审查别人贪腐、追责不作为的纪检干部，如今为了糊口，亲自跑腿、开夜车、送外卖，活成了底层打工人。这一次，中国再也藏不住他财政的窟窿了。事件主角叫孙先生，来自四川遂宁市，曾在消防队工作12年后转业，分配到当地纪检系统任职。今年7月10日，他所在单位下发通知，明确允许公职人员从事副业。他第一时间申请，获得批准后，立即开始兼职送外卖。每天晚上8点开始接单，平均3小时，一天能赚100多元。你没有听错，堂堂纪检系统人员，1个月工资要靠外卖平台补贴。更讽刺的是，官媒把这件事包装成奋斗故事，而不少网民却看得毛骨悚然，纪检干部都要靠送外卖活命，中国财政是有多惨？有人扒出背景，按照转业安置政策，这位孙先生至少30岁上下，这个年纪仍然需要在体制内打2份工养活家庭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公务员工资不仅被砍，还可能被长期拖欠。而这件事仅仅是冰山一角。2024年以来，中国公务员欠薪问题全面爆雷，曾经的金饭碗，如今沦为毒资产。微博、小红书、知乎上，越来越多的编内人员公开吐槽：乡镇办公室1个月没工资了，主任去借钱买奶粉；我在公安局做辅警，3个月工资没到账；孩子上幼儿园要交学费了，老婆跟我吵了一整晚。据公开数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2025年7月，中国至少有21个省份的公务员、事业编或编外合同工出现不同程度的欠薪或降薪现象，尤其集中在东北3省、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；中部内陆、河南、湖南、江西；西南地区、四川、重庆、贵州；就连曾经财政最强的广东、江苏也开始压缩人头费用，曾经的特权岗位公安系统也未能幸免。据传，深圳市部分分局辅警被欠薪长达4个月，而在山东菏泽，已有网格员在线发帖称拖欠1年工资，准备辞职跳槽。特别讽刺的是，网格员是近年来北京推行的精细化维稳中最重要的一环，相当于官方的监控神经末梢。如今这些人被长期拖欠工资，不仅说明财政紧张，更暴露出整个社会维稳成本已经不可持续。2025年开始，一股体制内副业潮悄然兴起。湖南是第一个官方破冰的省份。今年年初，湖南日报发布官方指导意见，公职人员下班后可从事外卖、代驾、直播、写网文等兼职，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。不久后，四川、江西、贵州等地纷纷跟进，默许或鼓励下班搞钱。我们看到的不是灵活就业，而是财政系统的无声崩塌。要知道，在中国体制传统中，不拿2薪曾是对公务员的基本要求。但现在，主流媒体正以榜样的力量宣传纪检干部兼职送外卖，这是怎样的转向？简而言之，财政真没钱了。根据《财经》杂志2025年6月发布的统计数据，全国31省市自治区中有22个地方2024年财政收支缺口超过100亿元人民币。截至2025年 Q2，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，
其中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率高达 94%。2025年上半年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同比下降超 26%， 创下2015年以来最低纪录。财政已经揭不开锅，就连最铁的铁饭碗也要靠打工潮自救。最令人愤怒的不是纪检干部送外卖本身，而是官媒的态度。他们不但不反思为何体制内工资会被拖欠，反而将此包装成勤劳勇敢的新典范，甚至引导舆论努力生活没有错，比贪腐要光荣。可是真正的问题是，为什么公务员也要靠兼职活下去？是个人懒吗？是他们贪心吗？不，是这个体制已经无法兑现他曾承诺的一切稳定、体面、可靠。中国正面临三重财政压力：地方债爆炸、土地财政失效、社保支出激增。而公务员、事业编、编外合同工正是这一切塌方的第一批受害者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，不是送外卖这件事，而是当权者正试图用正能量叙事来包装他亲手制造的财政塌方。这不是孤立的宣传口误，而是一种有组织、有目的的危机操控。就像当年清零英雄一样，现在当权者把兼职公务员包装成榜样，其实是为了掩盖更深层的现实。体制已经养不起自己人了，想让你自己想办法活下去。让人愤怒的是，官媒在铺天盖地宣传纪检干部兼职外卖的时候，绝口不提工资是否被拖欠，也不提多少公务员濒临破产边缘。他们给出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。公务员也应当理解国家财政困难，体制内人员要发扬吃苦耐劳精神，做副业是多元发展时代的选择。你有没有察觉，这其实是在把体制崩塌的责任转嫁给公务员个人？不是国家没钱，是你不够努力；不是财政系统出问题，是你思想太保守；不是公权力失责，是你不肯去送外卖，不懂转型。这不是熟悉的味道吗？当经济下滑时，他们也说你不买房是因为你不够爱国；当内需疲软时，他们说你不花钱是因为你没信心。现在连欠薪都能被说成奋斗故事，真的让人冷笑三声。背后的真实意图只有一个，让体制内员工自我降薪，自我承担风险，自己活着，不要来给国家添麻烦。财政到底有多紧张？看几个公开数据就知道。土地卖不动了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仅为 1.98 万亿元，同比下滑 26%。这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，崩了。债务爆雷了。截至2025年6月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高达78万亿元人民币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。其中，仅江苏、贵州、云南3省就承认偿债压力极大，需要财政部协助纾困。财政收支全面失衡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 Q2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仅增长 1.2%， 远远跑不赢社保支出与利息支出。结果是什么？最先被砍的就是公务员工资、事业单位编制、基层项目补贴、维稳费用。也正因如此，你才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下班送外卖的体制人，一个又一个被欠薪的公安干警。甚至有县级财政局工作人员在网络上匿名爆料，我们已经连续3个月工资延期，连公积金都停缴了。面对财政雪崩，各地的自救套路令人不寒而栗。裁员降薪，湖南、江西、山西等地相继启动财政供养人员优化计划，一些县级政府将事业编压缩 30% 以上。有地方甚至推行鼓励提前退休，实质上是变相解雇。官员自愿降薪。广西、甘肃部分市县公务员自曝，从2024年末开始，工资减少 20%， 绩效停发。
一位副科级干部称，现在工资和快递员差不多，还得背政策压力。体制内共享员工模式兴起。广东、重庆试点公务员借调给企业事业编参与企业咨询项目，本质上是让体制人打工养财政。一句话总结，从编制铁饭碗到兼职打工人，仅仅用了3年时间。别以为这只是临时现象，财政塌方之下，公务员兼职潮可能会变成制度化的趋势。有分析认为，中国未来5年内地方财政将长期处于仅平衡甚至负平衡状态。分析还预测，到2028年，中国将有近40%的县级政府无法独立发放公务员工资，必须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或自行创收。公务员制度将逐步从保岗、保薪向岗位绩效化、收入市场化转变。这意味着公务员兼职送外卖不只是偶然新闻，而是大趋势。体制内不再是避风港，而成了被推入市场的第2打工层。很多人以为有编制、有保障就能安稳度日。然而，如今的中国经济现实是，连公务员的生活也变得像普通打工人一样，还能有多少安全感？当体制内岗位逐渐自由职业化，每个人最终都不过是系统里的螺丝钉，财政表上的成本项，预算线下的弃子。而中国当权者最擅长的就是把危机讲成正能量故事，将体制崩塌描绘为时代进步的新趋势。这不是一场风暴，而是一个旧世界在悄然坍塌。只是这一次崩塌异常安静，也异常冷清。